如果你记忆力没错的话，南哥，这案子京港中院判的没什么毛病。刑事审判和死刑复核是两回事儿，复核不过的案子，并不代表他审的或者判的有问题。京港中院和海港支队单独附卷里边那2份说明你看了吗？看了，不是说王博、雷小坤最开始委托的代理律师涉嫌贿赂在银行工作的老同学做伪证，被刑事拘留了吗？哦，我看天眼查上这哥们儿信息是挺全的，曾经是德智所的合伙人之一，还说是全国10家律师，办过挺多大案子的，而且在圈内也挺有名气的。他那个老同学还死了，他涉嫌的罪名是故意杀人，应该是以提供毒品的方式过失致人死亡更准确一些。这个叫乔少廷的律师啊，总是能搞出点事情来。你认识这个律师啊？不认识。不过听我师傅提起过好几次他的名字，大概意思就是说，代理个死刑复核还这么刚的家伙，挺少见的。那你说京港中院和海港刑侦支队把这2份说明放在附卷里是什么意思？他们觉得这案子判的有问题？被告人的代理律师在办案过程中找人去查询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财务状况，而且他找的这个人呢，还恰好就挂了。这要搁谁看，是不是都会觉得挺可疑的？那咱们明天要不要赶紧去提讯一下被告人啊？咱们先拜访一下海港支队。我这是第一次做复核啊，以你的经验，当地公安机关和审判机关会不会对咱们很抵触啊？人命关天的事儿，抵触不抵触，都得过最高院这一关。收购集团的高层找到我，说他们下属的电购公司有内鬼。经理报上来的调查结果说，是那个姓刘的经理，哦，他就是吃里扒外的那个，而且他还想借机栽赃给一个他想开除掉的中管。那个中管呢是一个孕妇，按劳动法规定不能被开除，不过要以牵扯犯罪行为来要挟他，或者通过流言蜚语给他制造压力，很有可能迫使他主动离职。有证据吗？核查一下泄露订单的出单时间和所有管理者登录订单库的后台记录，你会归总出证据的。这事儿我要是办妥了，我可就干脆连那个电购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一块给撬走了啊！随你的便，反正也不是我的活。你找我见面就是为了说这件事儿？我还以为是乔少廷那边。如果你撬走了电购公司的法律顾问呢？你拿到的顾问费，我要分一半。当然没有问题啊！我还以为我们之间不是早就说好了吗？一事一议啊。这2天，乔律师陪我处理了2件事情，让我增加了不少对他的了解。我觉得，你是不是觉得他比我要善良？不好说，但是他肯定比你聪明。乔少廷确实是京港最好的律师，他值得你我冒险。儿子，爸爸，爸爸给你带来好吃的，吃不吃？吃。爸爸帮我拿一下，我拿不住。自己事情自己做，快下来，快点。你也在家里待了那么多天了，你想不想回去跟你们幼儿园的小伙伴一起玩啊？不想去幼儿园。为什么？你能不能和老师说我病了？哎，你说你这孩子，这谁教你的呀？这不撒谎吗？不能这样啊！我们班有个男生叫99，他老是打我。
他是只欺负你呢，还是说所有人他都欺负？就只欺负我一个。他追着我打，我不理他，他还打我。爸爸，你能帮我打他吗？这恐怕不行啊，这小朋友的事情要自己解决的。但是如果你要把他打坏了，那爸爸可以解决。那我就躲在边上，趁他不注意的时候一下跑出来打他。这也太阴狠了吧！谁教你的？你记住了啊！大老爷们儿，明人不做暗事，除非别人主动欺负你，否则你不能动。但如果别人一旦动你了，你就给我打他。明人不做暗事，知道吧？谁让你吃这么甜的东西的？啊？我给他骂，跟他没关系。你要骂的话，你骂我，你别骂他。是，除了你还有谁啊？那个，儿子，爸爸跟妈妈说几句话，你到别的地方去玩去，小心啊，别摔了。把东西拿着，真乖。表找回来了，嗯，我还以为你丢了呢。丢什么呀？这表不是一直都在吗？只闻咖啡的时候就没见你在，还用袖子挡着，怕我看见啊？你想多了。下来。好。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困难人人都有，我能解决。你是不是打算继续查那个案子？就是让你逮进去那个？你觉得呢？我觉得除了我年老色衰，以及你变心劈腿之外，一定还有什么别的原因，让你一出来就非得跟我签这离婚协议。不能说你不了解我，只是你太高看我了。其实，在前天晚上我们见面之后，我才想清楚的。你京港银行的约我到江州银行见面，几个意思啊？准备跳槽啊？不亮，你的选择，在你决定之前都做好了。啊？什么？没什么，你天性如此嘛，是吧？光北平不会放过我的，还有我们所。这段时间呢，我会尽量有空就回来陪阿祖玩。房贷呢，我会一直还完。如果你有什么困难的话，你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跟我说，我遇到什么困难会跟你说呀。我知道，为了你自己，你肯定不会说，但是为了阿祖，请你记得，你还有一个能帮得上忙的前夫就好。你回头把协议寄到律所就好了。下次爸爸还给你带吃的。被告律师，原告认为你们之间就是一种借贷关系，认可吗？不认可。从双方签订的协议来看，对项目是共同出资，实操层面也是共同运作和经营的。更何况在风险和收益问题上，并没有设定任何的保底条款，所以我们认为这显然是一种合作。合作？对。我现在职业证被暂扣，而你却可以出庭。另一方面，我拥有你最需要的东西——办案经验、案源。每一个新入行的律师最需要的就是案源。我现在是有活干不了，你是有本事没那么多活。所以你觉得我们俩可以互补是吗？是不是很完美？太过完美了。我是说，原告对于进口车的衡量标准完美到有些苛刻。被告销售的汽车确实是进口车，只不过车辆进口采用的是 CKD 的方式。请被告律师解释一下。Completely knocked down， 这是一个贸易名词，指的是把进口车全部拆散为零件，再以零件进口的方式在国内重新组装。为什么要这么做？能够大幅合法地降低进口税费，而原告作为购买者也确实享受到了因税费降低而带来的价格优惠。这是不是更像合资车的生产方式？不是，合资车一般都有10%到60%的国产化率，而被告销售的汽车，哪怕一颗螺丝
都是进口的。听起来还是挺诱人的。但是像乔律师这样资深前辈，为什么会纡尊降贵的找我合作？首先，我认为你是个业务能力出色的律师；其次，在刑事要件上，你是个有本的律师。我现在不算。再就是，所有我介绍过来的案件收入，扣税之后，我要分一半。那不行。根据双方签订的房屋销售代理协议，只规定了每平方米16000元到18000元的销售定价空间。至于被告是否能把受托房屋销售到18000元以上，恰恰是被告通过了努力营销取得的成果和收益。原告无权就这部分溢价收益向被告主张权利。可原告认为，能够高于你们约定的最高单价完成销售，并不是因为被告工作努力，而是因为整个地区房价上涨所导致的。不管原告主张的理由是什么，这是一份合法且符合双方真实意图的民事合同。被告并不存在任何的违约行为，所有通过履行合同取得的合法收益，自然归被告所有。原告凭什么要求分走一半？我除了可以给你带来案源，还可以帮你分析案件的法律关系，找出争议焦点，组织抗辩证据。这些倒不麻烦您，我自己可以搞定。好吧，我可以开车。哎呦，字面意义上的，我有车，我可以给你当司机。这倒是会方便很多。有辆车呢也很加分。要不这样，46。我不光是司机，你看着我乔少廷，给你当全职助理。张主任说所里给我派的案子也快开庭了，不会和咱们的案子撞上吧？如果真碰上撞停事故，可以打电话给合议庭协调。法院要是不同意改时间呢？嗨，到时候再说呗。你之前不是说咱们合作你也有个条件吗？是什么具体还没说呢？这个到时候再说也可以。这王博、雷小坤的案子不是审结了吗？现在是死刑复核阶段，我想把这案子跟完。我知道我还没有拿到代理权，但是我可以想办法。我怎么觉得不是想跟完这么简单？被告人自己都没上诉的案子，死刑复核阶段的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吗？这个程序的设置必定有它的意义，辩护嘛，有总比没有强啊。哎，乔律师，我怎么记得之前您开的不是这辆车啊？代步嘛，有车总比没车强啊！上车。那也就是说，条件是让我继续跟进王博和雷小坤的案子。您在外边做事，我在法院出面，那费用怎么算啊？什么？费用？什么费用啊？一个被告人自己都没有上诉的案子，就算拿到了代理权，人家家属也不一定会付费的。可是我是不做义工的，乔律师。你开个价。按照一般的收费标准，死刑复核阶段2、3万吧。行，就按3万算。前一阶段呢是我代理的，死刑复核阶段费用减半，我拿出1万5来跟你分。哎，不对啊，前一阶段不是您代理的，您进去了，所以就是3万。好，3万就3万，我俩5-5开，我给你1万5，行了吧？这个案子不属于我们合作的案子，是您找我帮忙，相当于呢挂靠费。肖律师，你这就有点乘人之危了。那实在没办法，你只能找别的律师了，我是没意见。
3万，都给你。至于吗？3万块钱，笑得跟5个似的。就是觉得我猜对了。猜对什么？绝不只是想跟完而已。你去开谁的庭？创辉销售公司和新泉房地产。我问的是，这案子是哪个合伙人派给你的？不是所里的案子。你自己接的案子？我怎么没在行政那儿看到收案记录？你是怎么拿到盖章的代理协议和所函的？这案子是我介绍的，行政可能就登记到我名下了。我刚从张正那儿出来，跟他打过招呼了，以及进门的时候忘了敲门，对不起。这是调卷申请和保密协议，张正都签过字了，麻烦你。王博、雷小坤那案子的卷，给我看一下。瞧你说的，这么见外干嘛？上次跟你开个玩笑，你居然当真了。来，安卷。你看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随时问我。等你看完了，记得给我点评点评。哦，对，正好，现在有一个刑案要交给小肖去办。这孩子毕竟入行时间不长，没怎么出过刑庭，经验上还是有点欠缺。你正好帮他参详参详，就当收个关门弟子吧。案件材料都在顾盼那儿，直接去取吧。尽早会见，马上就要开庭了。好的，知道了。宏图啊，怎么了，乔律？这一怄气就抠指甲的习惯得改改了，否则开庭的时候很容易被对方律师就看出来。不错，长大了。哎，这几年不见，你怎么跑最高院去了？我喜欢坐办公室啊。这样的话，我媳妇就能确定每天我这脑袋呀是扛在肩膀上，而不是挂在裤腰带上。当然了，我是通过了司法考试的啊。挺适合你的。哎呀，所以说我挺怀念当初咱们打街立的日子。是啊，你抓人，我起诉，天衣无缝。嗯，但前提是我得选择性忽略掉那10几次把卷给我打回来让我补针的时间。我也得尽量忘掉押运和抓逃的时候我穿防弹衣那段。意思。哎，你有没有考虑过出去干？我有几个同学，人在外边做律师，那小日子过得可滋润了。咱们现在这个岁数啊，都是机构的骨干力量，要是都下海了，让那帮老子小了怎么办？也是。谢谢。贩毒的2审，所以你们应该不用去单独阅卷了，材料都有。是这个案子。前一段时间我看还上新闻了，就是李可他们等9个人的贩毒案。咱们要代理的被告人是哪个？判的最轻的那个王明，1审判了14年，家属希望2审的时候能再判轻点。14年算判的最轻的。2个死刑，1个死缓，还有2个无期。和这些主犯相比，14年确实是判得轻的。你是跳过经审理查明和本院认为，直接看判决如下了吗？我习惯先看判词，再往回翻。
被告人家属那边，王明的父亲王铁军跟主任见面委托了案件之后，已经回深圳了，说是2审的时候会再来。总之，你们加油吧！这小伙子只有23岁，能不能35岁之前出狱，就看你俩的了。八卦一下，咱们所的行政是有什么特殊背景吗？不了解。我只知道他的手机背景是极端乐队。这个我大概的扫了一眼，在这个团伙里边，王明是最末端的零售商，100片摇头丸，初犯悔罪，有一起没有被认定的离婚表现。2审开庭是哪天？后天。那咱们得赶紧去趟看守所。刚才咱们是不是聊到了行政的特殊背景？我说了我不了解。是不了解还是了解，但不想说？你可以理解为这事儿你就不该问。海港支队我去过了，该问的不该问的，我都问了。我猜他们只说了该说的。哼，口供，把案件上的抓捕经过和办案说明给我复述了一遍。这案子比较敏感，我也理解。所以啊，我准备私底下会会这个案子的承办侦查员。赵金城，我熟啊。我跟你在看守所这饭也不能白蹭。没问题。王颖，准备撤了。哎，等忙完了别急着走，一块儿吃个饭，喝2杯。嗨，我这一时半会儿可能还真走不了。对了，有个叫乔少田的律师，在行业里边也是个刺儿头，你听说过吗？他？介绍信真的好使吗？之前有过类似的情况，因为注册本不在手上，临时开个介绍信。咱们现在上律协的官网查询，也能查到我是在册律师，糊弄一下就过去了。赶紧糊弄，5点钟就不对外接待了。你对向阳看守所的情况怎么那么了解？哎，你怎么在这儿？我是警察，我在这儿不很正常吗？啊，我是律师，我来会见被告人也很正常啊。你一个人怎么会见？校长，我跟他是一块儿的。乔少廷律师，别人我不清楚，你不是刚被海港支队给拘了才放出来吧？我又没受过刑事处罚，这不影响我的律师执业资格。但我听说，现在律协给你暂停执业了，也就是说你没本儿。怎么？难不成想弄封介绍信糊弄你？海看没待够，想来向阳再住几天？会见被告人，一个律师也是可以的。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每个看守所在实践中执行标准不一样。譬如现在，你就需要2个律师。我们先撤了。好。这么巧，如果小闯的妹妹跟乔少廷在同一个律师事务所，那就不光是巧的事儿喽。本儿没了，还想往看守所里混？南哥，你说海港支队咱也去了，你干嘛要私下见那个承办警员呀？这案子有不对劲的地方，但是碍于部门职能、程序和保密义务等等，我相信海港支队的人对咱们是知无不言的。但你觉得他们不够严无不尽？不管怎么说，去会会这个赵先生。行，要路过先去吃个祥安3节啊。要不然还是我开车吧。哎，你开太磨叽，帮我导航到祥安3节。
好的，将为您导航到青岛市向阳区南岸3哎，小闯是你哥，亲哥。怎么说呢？家庭关系上是，他不是我的表哥，也不是我的堂兄。血缘关系上呢，不是，因为我收养的。我就是随口一问，没想打探你的个人隐私。你俩关系看上去不太好啊，而且是不好到那种见面就拆台的程度。很抱歉没给你展现一个兄妹情深的温馨偶遇啊。这马上都5点了，得赶紧看看哪位律师有时间，明天能陪我会见的。这向阳看守所也太落后了，现在不是很多看守所都能够网上预约办理会见手续吗？突然有个大胆的想法。喂，韩律师，什么事啊？今天晚上有几个朋友会到我这儿坐会儿，其中一个朋友是海港支队的，叫赵新成。什么意思啊？只是提醒一下，今晚店里酒水打折。你对一审判决有什么意见？你确定乔少廷不是故意安排这个时间来的吗？请你将涉案情况再简单的讲述一遍，和一审判决事实认定的部分一致吗？你有前科吗？他是不是察觉我们俩之间的关系，还是说你有什么举措让他开始产生怀疑了？稍等。这个案子是下午所里才派给我的，来看守所也是临时决定的。你要说巧合，刚才在门口遇到我哥，相比较遇到你，他才是我真正不想看到的人。你别总是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咱俩之间没任何关系，你我只是交易。好的。不好意思啊，请你再详细的说一说和被举报人马肖俊的关系。2.7公斤氯胺酮。王明举报的香港人马肖俊呢，是一个制毒的原材料供应商。公安机关是通过王明的举报才抓到他的，抓捕他的同时还起获2.7公斤的 K 粉。但问题在于，马肖俊被捕时，氯胺酮只是属于国家管制类药品，不算毒品。马肖俊呢也被释放了，2个月之后，氯胺酮才被纳入毒品归类。就差了54天。王明被捕的时候，收缴的摇头丸95%的成分都是氯胺酮。给他定罪的是另外5%的苯丙胺。哎，你这饼是今天中午剩下的吗？嗯，中午就咬了一口，扔了太可惜了。我的意思是，咱们可以找一个便利店的微波炉，把它热一下，你再吃啊。像吃这种饼，你得吃出酥脆的感觉才好。我哪有时间啊？你说这检体揭发也得等到氯胺酮被纳入毒品之后才好啊。这事儿你是不是觉得很荒诞？如果今天颁布的刑法说杀人是犯罪，那你昨天杀的人就不算犯法，这是标准。法律不溯及既往。你不用跟我普及法理知识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辩护的切入点。哎，是你需要辩护的切入点。肖律师，回家吗？我可以捎你一段。回啊。哎，对了，薛东在会见室就没给你参谋参谋？
我跟薛律师，应该说是一面试之缘，恐怕是看你面子才陪我进去会见的吧？恐怕没有什么义务提供案子上的帮助啊。没想到他这么痛快的就答应了。难道其实我跟他之间的关系没那么糟？这什么车呀？这是。坐住了啊！哎，也没多远，我把你送回去吧。说归说，还真的拿你当司机啊？今天已经很辛苦了，感谢。哎，还有啊，咱俩现在是工作伙伴，我这儿呢也没什么大规矩，以后你就不用您啊您的了。行，明天见。肖律师，咱们所3个合伙人，是不是你到现在才见过2个呀？您说韩律师吗？来，谢谢。你现在和乔律师是搭档？乔律师和我谈的时候呢，说的是全职助手这个词。您好像并不惊讶。他现在职业证被暂扣，外面好像还欠了外债。刚出来那会儿，把手表都当了。那他很快就赎回来了。恐怕他要赎的不仅仅是那块表。那看来他真是很缺钱。他的确需要钱。那个让他出事的案子，他是不会放手的。所以，我不知道你需不需要他，但是他肯定需要你。这酒真好喝，叫什么名字啊？黑色大礼花。是不是叫伊丽莎白或者肖特，都没有这个名字好听。他还有一个中间名，叫安。也不错。韩冰说，你有事想找我了解一下，只要是我能说的，随便问。其实我们所还有很多律师，论经验、资历或者业务水平呢，都比我强。我不知道乔律师为什么一定要找我合作。那你知不知道他这次是因为得罪了什么人，才出的事？那你知不知道，他人出来了，恩怨还没了。那个大佬势力庞大，咱们所的律师都不是傻子，没有人愿意往沉船上跳。哎呀，看来是我比较傻。那我想问你啊，以你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和直觉，王博、雷小坤是想杀掉朱红吗？我入职1个多月了，从来没见过咱们所知名度最高的律师。那是因为他被关进去了。我说的不是乔律师，是您。我？弄反了吧？我可是咱们所知名度最低的合伙人，或者说，压根儿就没有知名度。目前国内刑法界3大元老级教授，应该是高原教授、邝伟平教授，还您的父亲韩松阁教授。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勉强算得上是一个知名度2代。咱们主任和乔律师是同学吗？是。张主任和乔律是同学。还有金福所的薛东律师，大他们1届，他们仨还住过一个宿舍。你加了不少辣椒。不是说您的面条不好吃啊？
我这人口重，平时就爱吃一些酸酸甜甜辣辣的这些调料。酸酸甜甜辣辣的，疯狗丧妻。王博、李小坤以非法手段替人催讨债务近2年，威胁和非法拘禁各类债务人的行为，恐怕有10几次甚至几10次，至少我在新闻笔录里头就看到几起，但是呢，从来没有闹出过人命。凡事都有第一次嘛，乔律。我觉得更像是过失致人死亡。我知道你想说，王博和雷小坤本来只是打算吓唬吓唬朱红。但没想到大力出奇迹了。那我也可以告诉你，如果那个铁笼能离悬崖还有10米远，你的说法就成立；但他如果离悬崖只有半米，故意杀人。